一串在空中悬浮的失重水滴，将杯子放在下面，却能接出水来，这就证明这串水滴其实是在向下运动。如果将水滴周围的灯光稍作调整，甚至还能看到水滴逐渐向上运动的画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下落的水滴为啥可以任意变换其运动形态？它是如何在下落的同时，看起来像是静止或向上运动的呢？其实在这里发现了频闪效应。它是一种由混叠引起的视觉现象。当发生频闪效应时，人们观察到的物体运动会显现出不同于其实际运动的现象，如水滴的静止或向上运动。同样，一架螺旋桨直升机在桨叶静止的情况下也能飞起来，原因就是发生了频闪现象。那这种频闪效应到底是什么原理呢？为什么水滴会呈现出静止或上升的现象？根据频闪效应在建筑照明术语标准中的定义，出现频闪效应的前提是物体在一定频率变化的光照射下，在黑暗的环境中，灯光亮起的时候，人眼才能看到物体。当灯光以一定频率闪烁时，人眼看到的就是物体运动过程中被照亮时候的画面。用水滴下落的慢动作视频来看，当暂停视频时，水滴被定格在红色箭头的位置。假设这是闪光灯照亮一瞬间看到的水滴，接下来如果将闪光灯的闪烁频率加快，那么当灯光亮起的一瞬间，看到的水滴其实会是在红色箭头水滴的上方。这样持续频闪的时候，水滴的运动位置每次都会向上移动一点，这样整体看起来就像是水滴在向上运动。如果以直升机螺旋桨的叶片来讲的话，会更好理解。视频中，螺旋桨之所以静止不动，原因就是其桨叶的运动频率与帧速率相一致。在这里要了解两个概念：快门速度和帧速率。其中，快门速度指的是衡量相机每次拍照时收集光线的时间。胶片或数字像素阵列收集光线的时间越长，在图像中看到的运动模糊就越多。时间越短，物体在光线下暴露的就越多，最终呈现出来的运动就越清晰。而速帧率指的是每秒的帧数，或者是1秒钟时间里传输的图片的量，通常以 FPS 表示。人眼舒适放松时，可视帧数量为每秒24帧。假设直升机视频的帧速率为每秒24帧，5个叶片的螺旋桨每秒旋转一圈，那么螺旋桨每转就是被分成了24帧，每一帧是完整一圈的1/24。但是如果叶片每秒旋转24次，然后仍以每秒24帧的速度拍摄，则每次完整旋转将由1帧表示。每次相继捕获帧时，叶片都会返回到起始位置，因此看起来就像静止不动一样。如果叶片每秒旋转23次，每个帧将捕获大约96%完整旋转的叶片，叶片始终会落后于上一帧的位置，看起来就像是在向后旋转。同理，将一束水流与音响连接，声音是由振动引起的。当音响的频率在24赫兹的时候，水流与人眼接受的频率一样。但如果将声音频率调到23赫兹，人眼看到的始终与实际的慢一些，于是水流便呈现出上行的状态。换到直升机上，就是桨叶向后旋转。因此，不管是水滴还是直升机叶片，其本身的运动趋势并没有任何变化。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视觉效果，原因就是频率出现了变化。这个频率可以是灯光的频率，也可以是物体运动的频率。